北韩没办法改革开放，走中国现代化模式，是因为跟他政权的基础逻辑是冲突。因为我必须得通过世袭来保障我的民族主义，并且他把朝鲜劳动党对于北韩的统治当作是维护他的主权的命脉。一旦改革开放，这个绝对权威就会受到一些挑衅。烦死了！他们强调主体思想，就是我要反对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就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他强调的他的思想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主体思想，是适合朝鲜民族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并且他认为他的军事力量跟其他各国的比例都不一样，他要大得多，所以他社会经济要做到很强，要很拼命，非常的穷兵黩武，所以这也导致了北韩无法走改革开放之路，因为你得取经中国，那你又回到中国的脉络下，又是四大主义。韩战的时候，他们一直利用中苏之间对他的支持，以及中苏之间的竞争来两个竞相援助他，所以他一直在中俄两个大国之间在玩一场游戏。Neil Bi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原来北韩没办法改革开放，走中国现代化模式的一个逻辑，是因为跟他的整个这个政权的基础逻辑是冲突的。是，这个冲突竟然是因为我必须得通过世袭来保障我的民族主义，然后我的民主独立，我的国家的完整性。可是，一方面呢，我不能现代化，又反而危害到我国家的发展，这不会打架吗？对，北韩把这个民族独立、民族尊严放在这样一个地位上面，并且他把朝鲜劳动党对于北韩的统治当作是维护他的主权的命脉的话，这个时候这个维护朝鲜劳动党的一个绝对权威就变成第一优先。你一旦改革开放，这个绝对权威就会受到一些挑衅。朝鲜民族或者韩民族啊，不管怎么讲，他们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很喜欢走极端。他们可以爱一个人、爱一个君主，爱到死啊，爱到这个流泪，但是可以转眼之间就把他打进地狱啊。对于这些朝鲜劳动党领袖来说，我一旦改革开放，让别人知道我曾经过去的革命历史啊，包括在长白山的革命历史啊，还是这个韩战的历史，其实是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面做的啊。那么这种真相一旦是在朝鲜民众当中被知道了之后，朝鲜劳动党以及金氏家族，他们的前途可能会非常可怕。我觉得最好对照组可能是李明博，是，当年把李明博捧得跟天上一样啊。当时首尔市长的时候，哇，那时候台湾还有很多媒体去做了特辑，清溪川工程，结果转眼间李明博已经在牢狱里面了。是，对，所以其实这是韩民主的特色。你今天分裂那么久，他们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是一样的。爱你的时候把你捧上天，恨你的时候，那最聪明大概文在寅，退休之后只是躲在家里耕田这样子，是，就是避祸就对了。是的，所以我有子良计啊，哈，这个好。那我想讲到，当然朝鲜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是，这叫主体思想塔。啊，这个标志着北朝鲜整个思想的逻辑脉络。刚才徐永其实提到一个名词叫先君主义嘛，而且先君政治啊，这两个怎么结合在一起看？主体思想提出，这个是我自己在1980年代末期就做了一点研究哈。主体思想它相对的一个对象其实叫做士大主义。士大主义就是原来这个高丽跟朝鲜李朝他们面对中国时的那个态度，就是我们侍奉大国哈，叫士大。那么侍奉大国的时候，就一定程度上要卑躬屈膝。他们强调主体思想，就是我反对士大主义，反对在政治利益上面对于中国以及苏联的一个臣服。同时呢，他也反对在这个其实他讲的是所谓思想体系上面对于这个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的臣服。他强调的他的思想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主体思想，是适合朝鲜民族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思想。换句话说，就具朝鲜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所以主体的重点来在这个所谓思想的层面、文化的层面，也是必须是朝鲜民族的一个以它为主的哈。并且要实现这个自主的重点是要去强化它的军事力量，所以他认为他的军事力量跟其他各国的比例都不一样，他要大得多。我们知道他今天有120多万军队，这个军队的规模其实接近美军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甚至于都还超越了俄军。是的。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北韩的人口呢，其实跟台湾差不多。对。可能还略少一点点啊。他以这样一个人口支撑这样大规模的军队，他的重点还是要维护他所设想的这样一个主体的角色啊。那么这个主体思想，它还有其他体系，就是包括经济的、工业
农业、科学的等等这些，他都把这个所谓主体这样一个概念贯穿进去。当然，在现实当中，它未必能够实行了。这个经济啊，还有科学技术，这都需要交流的，你没办法闭门造车就可以做出来啊。可是他们这样一种强烈的自尊，你可以感受得到。那么这个主体思想塔呢，我们在这里看不到它的比例哈。如果你亲临现场，你会发现它非常高大，它要比北京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大概高了3倍以上。其实我们如果到平壤，你会发现这个平壤这个城市非常像一个他们痛恨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首都，就是华盛顿，啊，但是它的规模看起来比华盛顿还要壮观。好壮观，这是在河边。这就是华盛顿纪念碑。对，它比华盛顿纪念碑还要高啊！它是用那个压倒帝国主义的方式反对帝国主义。同样，平壤还有一个凯旋门，也是比巴黎的凯旋门要高。我想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朝鲜民族特色。朝鲜民族，另外他没办法摆脱，就是说我要超越美国主义，用什么方式呢？结果他还是有点像华盛顿纪念碑。所以你美国人发展航太产业，我也发展航太产业。你射火箭，我也射火箭。你丢卫星，他最近也丢了一颗卫星上去了。是。所以这一种爱面子的精神，在南韩的呈现就是爱整形。是。他们民族隔了那么久两个国家，但是其实底层逻辑一样，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对韩国人来讲，毕竟有袁世凯啊，讲白就是有驻军嘛，他没办法自主的情况之下，那他就是呈现在社会经济方面，所以他社会经济要做到很强，要很拼命，要竭尽一切的榨干自己，呈现出这个经济。那对标的就是北朝鲜走上的就是先军政治、主体思想，我就是要非常的穷兵黩武，而且我还告诉你，我在这穷兵黩武之上，我还活下来，而且活得比你好。所以这也导致了我们可以说北韩无法走改革开放之路。很困难。因为你等于取经中国，那你又回到中国的脉络下，又是四大主义。那另外我要维持主体性，我就必须要有大国来平衡，对不对？是。那跟俄国之间的交流，还有就是其实他也善用了一个，就是朝鲜有一个很短的跟俄国之间的边界在这里，这是不是也有关系啊？这很有关系，就是说，其实不管是在高丽时期，还是在这个朝鲜李朝时期，这个整个朝鲜半岛后来的大韩帝国，他们都很想要去寻找这个两强之间的平衡啊，就是说，这个原来高丽跟朝鲜王朝的时候，他们对于他们作为中国的藩属这件事情，其实是觉得很屈辱的啊。那么当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把这个乌苏里江以东割给俄国的时候，这个朝鲜李朝就跟俄罗斯接壤。接壤的时候，当时他们的这个朝野上下都欢声鼓舞，欢欣鼓舞，都狂欢的哈，说我们终于有了第二个邻国。那这个他们当时就觉得自己的地缘政治的这种价值提升了，他们的国家安全也提升，他们这样。那么在后来，我们知道在韩战的时候，其实他们一直利用中苏之间对他的同时的支持，以及韩战结束之后，他也利用中苏之间的竞争来两个竞相援助他，所以他一直在中苏、中俄两个大国之间在玩这种平衡游戏，在中间谋取最大的利益。那么今天呢，这个我想在他们的内心当中，对于中俄的靠近啊，他其实他是有一定的忌惮的。他觉得中俄的靠近让他们自己作为这个重要的筹码或棋子的这种价值就会有点降低了哈。所以我这个也是可以做个补充，就是说他们今天这个态度，今天的态度忽然变得很强硬，跟他觉得中俄之间在一些这个问题上面消除分歧，尤其在远东的议题上消除分歧，其实这个北韩它是有一点危机感的。中俄的接近导致一个事情是北朝鲜冲得更快，是因为金正恩是第一个承认乌东四州并入俄国的国家，是也是少数到目前为止承认的，因为中国都反对啊。是的，对，所以这个其实也体现一个问题是，他这个不是四大主义，他这个反而是一个主体思想平衡战略，对，必须，也就是说你中俄国好是吧？那我就比你跟俄国更好，是。那因为俄国的主体不在东方嘛，而且俄国也很难并吞朝鲜，实质化是这样。是的。OK 所以在这个俄乌战争当中，他对俄国提供的一些跟军事相关的援助，他也不太去掩饰啊。所以这个他反而想凸显我跟他很好。对。